中俄这边刚刚握手，美国一通电话立马打到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薛运华。日前，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发表的联合声明，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，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战略合作，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，几乎一瞬间抓住了西方的眼球。然而，眼看中俄握手，作为战争始作俑者的美国却陷入了极度的焦虑。一通电话从华盛顿打到了北京。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网和环球时报的消息，在中俄会晤期间，美国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情绪，尤其是关于中国最初提出的用和平方式政治解决俄乌冲突问题，俄罗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，让华盛顿方面却非常的愤怒，以至于口不择言，要求中国不要推动乌克兰停火。这条消息随即在西方舆论里也引发了轩然大波，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美国把俄罗斯塑造成邪恶入侵者，结果等俄罗斯愿意停火，却遭到了美国的坚决反对。之前的一切舆论攻势在此时此刻反向打到了美国身上，成全了中国和平方案。最近布林肯在社交媒体上改口污蔑中国，说中国没有谴责普京，现在站出来呼吁停火，是在为俄罗斯提供外交掩护。至于会有多少效率，恐怕只有布林肯自己心里清楚。坦率地说，在这一次中俄联合声明里透露出了一个十分清晰的目标，那就是除掉俄罗斯全球霸权体系，而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。而对这套体系的具体搭建，则是中俄双方从政治、经济到军事、社会领域的全方面的合作。换句话说，美国经典外交战略中分化中俄的战略目标，在特朗普和拜登的一同操作下彻底破产。接下来对美国的挑战将会越来越激烈，也越来越致命。正当中俄握手的时候，一通电话从华盛顿打向了北京，结果中国这边没有接，于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科比又向中国喊话，要中国赶紧接电话。虽然中方事务繁忙，但美方仍希望同中国通话。通电话的目的基本也就两点，一个是科比自己说道，布林肯推迟了访华，但是现在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。第二是美国白宫发言人说的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、商务部长雷蒙多想要访华。说来说去，其实意思就一个，美国又要走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老路了。当年中国出手救了美国，现在能救美国的也只有中国了。说穿了，3名美国高官随时访华，目的其实就是继续战略欺诈中国，等骗到好处之后，转头继续打压中国。其实中国过去这几年里不是没有向美国释放善意，可美国完全不领情。2年前的安克雷奇会晤，中国已经把真实情况说得非常明白了，把美国想得太好了。再到后面的慕尼黑会议，中国已经完全懒得再和美国废话。现在中美走到这一步，完全是美国咎由自取。就像很多人说的，美国通常是不会讲道理的，等他开始讲道理了，那完全是他拿你没办法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